这场武士射中靶心，才算有给公主做驸马的资格。这小郎君横冲直撞的，可别把人给摔坏了。你快晋升吧，那是娘娘的侄儿，竟是秦家的。这牧野当真没个规矩。官家，等会儿您可得好好罚罚他。不必，要娶朕的公主，非得如此豁出去不可。牧野这小子有勇有谋，我看很好。 是吧，依依？依依，射中第3名。可惜了。是啊，本朝选驸马的规矩，从来都只在第1、2名里挑，他这算是没希望了。 刚才那一撞对不住了，我也不是故意的，别往心里去。我江守，原来你叫江守。四公主慢点，这5、6月正是花盛粉落的时候，您这咳疾还没好利索。我虽然没去社园看比射。 可内关那儿的名册册子我早就看完了。不是秦蜜月又是第1，你是知道的。我一向只要赢，驸马自然也要挑最好的。你从小就黏着他，想来也是不肯放手的吧？看来咱俩又得争一争了。咱比什么？投壶还是弹琴？哎，要不这回咱们玩藏钩，把他的名字写在纸上，谁先猜到是谁的？我不玩。你不玩，我可不会让着你哦。 哦，哼，我知道了，你就笃定秦牧野喜欢你，非你不娶是吧？他不喜欢我呀，他喜欢你，四姐姐。你说他喜欢我，怎么可能？他明明从小咱们在一堆玩，你仔细想想，哪回他不是把最好的东西让给你？小到一瓶蔷薇水、金闪闪镶珍珠的16关子，他都愿意输给你。这回比射，他知道你喜欢得第1，这才这么拼命，还撞伤了一个人呢。 我那时候真不知道那个关子是你生母带过的。要是你早告诉我，我就不跟你争了，更不会在你面前炫耀。对不起，我还把关子弄坏了。你又不知道，而且当时你带过来给我看，我什么也没说就跟你抢，这才摔坏了。母妃要是活着，也只会说我脾气坏，不会怪你的。 而且那时我哭得那么凶，除了想念母亲，还因为秦牧野是为数不多知道那关子来历的人。他知道，却还是没有帮我赢回来。从那刻起，我便不再对他心动。关子的事总归我有错。这样吧，这回你选哪个驸马，我都不跟你争。说吧，你选谁？是第1名的秦牧桃，还是第2名的那个侍郎公子？你脸红什么呀？你也病啦？你到底选谁嘛？郡主，秦小郎君已经在阁楼候着了。他倒是心急，能不急吗？如今宫里谁不在传？您和四公主定会有一位选他做驸马。秦小郎君17岁便中进士，又是皇后的亲侄子，这门亲事那是板上钉钉。确实，他肯定会是四姐姐的驸马。依依，找我有事？簪子，
从前他总认为我不能像四姐姐那样装扮华丽，如今却为了四姐姐花大手笔，送我这样贵重的首饰。以前我惹你伤心了，你便不太爱理我，我就是怕。放心吧，你这回武士都得了第一，还怕什么？真的，太好了，依依，你不知道我有多高兴。行了，收敛收敛，这会子把脸笑僵了，等真做驸马爷那天，你笑不出来怎么办？那个，我有一件事想向你打听。你说。那天你在场上撞伤的那位郎君，他还好吗？江守，没事儿，你担心我撞伤他，惹来麻烦是吧？别担心，他也算是我朋友，以前咱们在一个书院读过书的。既然是旧友，你怎么在场上撞得那么狠？比射前我就知道他是我最大的对手，为了稳拿第一，我又是送礼，又是低声下气的求他，请他在场上稍微给我放点水。谁知他礼不收，还在场上跟我争头筹，我一时生气就……放心吧，我找他家的大夫问过了，就是些皮外伤，休养一段日子就好了，不会牵连到我。那就好。你和他相熟，那他现在做的是什么官？家里是京城的吗？你怎么总问他呀？参选的郎君里就他一个我不认得，不过是有些好奇。他就是个苏州小门户出来的，外放了几年，年前才上京城。在书院那会儿，他就是个极清高的人，最厌恶攀高枝。这回官家点到了他的名，那是碍着天威难犯，他才来应付一下。这样吗？依依，这回的冠子，你想用什么样的样式？就用四姐姐平时喜欢的那个繁花蕾丝款式吧。公主出将的凤冠自有太常寺准备，她操什么心？听说了吗？那位小郎君天天往皇后娘娘这儿跑，非要求着把公主的凤冠做得极尽华丽，不仅要铺翠，还要缀满东珠。可不是嘛，采买的钱全由他家出，娘娘被他磨得没法子，才吩咐按最高规范去做。这么华丽，怎么只做一顶？这让另一位公主怎么处理？这种成色的珍珠凑不齐2顶，只能做这一件。他一向是偏爱四姐姐的，没什么稀奇。秦慕言说，江守根本不乐意做驸马。我若是非要选他，对他来说，会不会只是一场折磨？还没选好呢，明日爹爹和娘娘可就来问话了。你不选，我也不好抢先选呀。我要是选了，他却不心悦我，那怎么办？谁啊？拜托大姐，你长这副模样，还怕中意的人不中意你？我母妃就是因为这张艳丽的相貌带来的灾祸。都说我母妃妖妃误国，甚至连秦慕沙也是这么想的。这种样貌是蛊惑君主、祸国妖女，望陛下为国本作打算，早日赐死妖妃。娘子，前朝的札子又送来了，说您的圣宠压过了中宫，唯恐社稷荒废啊。我一欲成疾，如此也不肯放过我吗？这一死，朝臣们总算能松口气了。依依，听我的，以后穿戴素净些最好。可那16华冠是母妃的，我没帮你赢回来，就是不想你步周娘子的后尘，明白吗？那样艳丽，只会招来祸事。在选驸马之前，我得先确认一件事。耳闻不如亲见，正好6月樱桃熟，我办一场樱桃宴，便请朝中诸贤。依儿喜欢哪一个，一试便知。说吧，你们2个小千家又想求朕什么？爹爹，舅舅家的樱桃熟了，想请我们去尝尝鲜。罢了，
你俩姊妹向来是关不住的鸟儿，总想往外飞。去吧，悄悄的，不能让人看见。要是被那些言官揪住小辫子，吵得朕头疼，朕可不管你们。明白。上回见你还才到腰呢，这一转眼都长这么高了。你娘当年也如你这般。过了许多年了呢。舅舅从前捎来的16枝子，种在母妃的宫院前，都结了3、4回果了。舅舅，那16甜津津的，是可好吃了。我怎么就忘了？16数了好几遍。我的小姑娘也到该出嫁的年纪了。你们两个把围帽戴好了。今日来的虽多是我的门生，但也难保没几个言官。知道了，舅舅。主子专门选了这艘船，隔着帘幕，外人瞧不见里头。人果然不少，那一团团攒动的斧头看得我头晕。你听，外面吵起来了。诸位，本朝宫中历代侍奉节俭，为天下万民省财。按礼制，纵是皇后大婚，也才用9龙12珠的冠，那还是从先太后那儿改出来的。谁说不是？如今到两用公主出轿全新的，更有人求着娘娘添到6珠，铺满翠羽。他可知1斛珍珠够10户百姓1年的口粮，1只翠鸟更是值100斤呐！如此奢靡之风，若不遏制，恐有妖兆。当年周娘子进宫时便有此端倪。如今这小郡主莫不是要走他的后尘？周娘子，这帮酸书生怎么什么都能扯到咱们头上？采买的钱明明是秦爷自己出的。怎么，大家都不说话了？难道我说错了吗？这种为治奢靡之事，人人得而诛。不知几位是从哪里看来的礼制？于符志中记载，6珠翠羽华冠向来是公主出嫁的规格，秦大人所请不过是式样略新了些。可是，可是什么？且采买的钱出自秦马司徒，不从关中出，何来耗费万民省财之说？既未为治，又未动用公款，几位口中的祸乱设计，是否言过其实了？是他，真的是他。瞧你那眼神，都要粘在人家身上了。不过这江郎君穿上常服，倒是比在社员时还要俊俏几分。诸位口口声声说公主奢靡，那江某倒想请教，3年前边境大旱，哀鸿遍野之时，诸位在做什么？是五公主主动奉上了官家赐予的所有赏赐，甚至连她生母留下的唯一1顶华冠都拆了，悉数折成现钱捐给户部赈灾。那时，诸位为了公主该不该戴一个出嫁的华冠吵了足足半日。可还记得她当年捐出的那些钱？若要算，怕是能买下不知多少个这样的冠子了吧？那是身为公主的本分。本分？寻常人家的女儿婚嫁，尚且要锦绣加身，官袍礼服便是花重金去借也要借来撑场面。为何到了我们的公主这里，连戴顶心仪的冠子都成了罪过？这是何道理？江大人，你还年轻，不懂其中深层的道理。公主身为官家之女，一衣一饰、一言一行，皆是天下女德的表率。正是，若不能忍着一时的物欲，助长了这女子装扮奢华的风气，使女子失了端庄之心，那才是天下大乱的开始。风气若大坏，那公主又如何堪配百姓的万人供养？一个连廉耻都不知的妖女，戴再贵的冠子也是祸害。要是这样的话，就因为我是公主，因为我是女子，所以做什么事都有1万张嘴在后面要再飞一毛。诸公读圣人书，口口声声传圣人之言，可我想请教，诸公自己成为圣人了吗？诸公敢指着天发誓，说你们早已脱离了凡夫俗子的欲望，满心满眼只有天下百姓。
哪来的妇人？竟敢在这等雅集之上插嘴，简直是什么？诸公若是真圣人，还做什么官，领什么俸禄？何不现在就散尽家财去救济贫苦？诸位莫要忘了，这天下的百姓供养的可不止官家和公主，还供养着你们这群只会盯着女子罐子看的国之栋梁呢。周大人，这船中女子实在是……哈哈哈哈哈！诸位呆着做甚？樱桃红了，酒也正纯，吃樱桃，喝酒。周大人，方才那番言论实在是违村天罡。公主出嫁，若论成私事，有官家这个当爹的操心就够了，再不济，还有我这个做母家舅舅的盯着。诸君既不公主的亲戚，又不是待选的驸马，与此事全无干系。今日官家大喜，尔等只需乐呵呵同贺便是。可这终究是朝政。哼，方才说过了，今儿是私宴，不宜朝事。谁要是再嫌吃萝卜淡操心，这酒也就别喝了。刚才那些酸叔子的话，你们两个莫要往心里去，不过是一顶冠子，算不得什么天大的事。舅舅，那可是六珠铺翠，还要缀满东珠，贵得吓人呢。贵又如何？我这些年在外面，别的没攒下，银钱倒是不少。只要喜欢，要多少有多少，这钱舅舅出了。多谢舅舅。好了，时辰不早了，宫门落锁前必须赶回去。走吧。你这是怎么了？从刚才起就一直笑，难道是席上的甜酒喝傻了？你管我呢？反正该知道的，我现在都知道啦。你知道什么了？没头没脑的。某人啊，刚才在船里急得都要冲出去找人拼命了。还有某位江大人在那字字句句的护着，生怕旁人不知道他心思是。四姐姐，你小傻子，紧张什么呀？你以为我是那种不讲理的人？放心吧，我不跟你抢。抢？你中意那个人，那个人也中意你。这件事，我现在100%确定。四妹妹，你如何能如此笃定？他甚至都没跟我说过几句话。笨，你刚才没仔细听吗？他提起你捐出华冠赈灾的那番话，那是3年前的事了。当时父皇也只是随口夸了一句，并未大肆宣扬。没错，连朝中许多大臣都未必记得清楚细节，可他江守，一个当时还在外放，甚至不在京城的世子，却能把你的事打听得那么清楚。他连你生母的侯官拆了折钱这种私密事都知道。若不是早早的就把你放在了心上，谁费这份心思去查这些陈年旧账？很早便放在心上，可我真的不记得在什么时候、什么地方曾与他有过这样的交集。依依，你还记得当年他说的话吗？他说合适比赢重要。我以前总想赢过你，觉得什么都要最好的才算合适。但今天看到江守为你说话的样子，我才发现你说的对。所谓合适，不是看对方权势有多大，名头有多响，而是看他懂不懂你的那份心。四姐姐，选他吧，依依，你们一定会相爱的。是什么遮住了你？见过两位公主，请快些入内。记住了，明日爹爹问起，你可不许怂。知道了。郡主，
您这一大早就在写信，还是用的最名贵的茉莉花茜，莫非是给舅老爷的回信？不是，四姐姐说江首心里有我，可秦牧野却说江首生性清高，最厌恶潘全夫妇。所以郡主是想亲自问问这位江大人的意思。可这婚姻大事素来是官家做主，您这般直接问他，若我非要选他，而他心中却是10000个平愿，那这赐婚对他而言便不再是喜事，而是折磨。我不愿做那强人所难之辈。郡主心思细，总为旁人着想，可这信该托谁送去才稳妥？这几日正是六弟弟听学的日子。吉儿，吴姐姐，可是带了什么好吃的？知道你听学辛苦，特意给你备的。不过吃了姐姐的甜糕，得帮姐姐办件事儿。这封信帮我交给江公子，千万别让旁人瞧见，尤其是秦公子。又送东西？以前姐姐不是总给秦月玲送手帕和泥娃娃吗？怎么这回换成江先生了？小孩子家家的，问那么多做甚？办好了，明日还有如意卷。姐姐放心，吉儿一定送到。江先生，这是吴姐姐给你的。江兄，多日不见，别来无恙啊！谢儿，你在这儿捣鼓什么呢？没什么，我问江先生客热呢。茉莉香，江兄这书案上什么时候也开始沾染这些女儿家的香粉漆了？看来江兄这集贤院学士做得风生水起，连这宫里的艳福也是不浅呢。秦兄刚回京，还是先操心你自己的课业吧。我有什么好操心的？如今万事皆定，只等最后的一纸诏书。江兄，到时候请你喝喜酒，你可别推辞。说起来，还得感谢江兄在社园的成全。这2日，官家和皇后娘娘常召我入内，看来这万事皆定，好事将近啊！秦大人武艺超群，第一名实至名归，谈不上成全。你这个人就是太死板。你说你拼了命摔下马又爬起来，落得一身伤，结果呢，还不是个第3名。这世上的事儿，光有傲骨是不够的，得看命。去年冬天我进京，到宫里为皇子讲学，整整小半年我都在听关于他的事儿。你们听说了吗？五公主今儿又把官家赏的那对赤金镯子给捐了，是要给南边受灾的百姓。五公主赵一嘛，咱们宫里谁不知道？她那性子随和的紧，咱们做下人的，要是受了穷遭了难，只要求到她跟前，就没空主手回来的。可不是吗？长得那么明艳动人的一位主，偏偏这运气……哎，说来也怪，明明是万千宠爱于一身，可回到了关键时刻，总要输那么一截。可不是，生辰那天想要那顶16主抢了风头，如今到了选驸马的时候，他中意的那位秦郎君，心思似乎也不在他身上。这样好的公主，不该总是输的。你我旧识，这回驸马之位我志在必得。你若能放个水，等我成了好事，定少不了你的前程。
真是不识好歹！听说了吗？10日后礼官就要公布了，要是5公主和4公主都选了秦家那郎君，可有热闹瞧喽！不是秦牧言，不是他，竟然是我。愿得一心人，他果然没有让我失望。郡主，4公主的车驾已经在殿外候着了。知道了，更衣去娘娘宫里。瞧你这步履生风的样子，看来江郎君的回信让你吃了一颗定心丸。四姐姐取笑我，走，今日咱们便去把这驸马人选给彻底敲定了。娘娘，儿臣与依依商量好了，今日特来复命。这么快？本以为你们还要纠结几日。说吧，属意哪家的郎君？儿臣选江首。虽说不怎么符合以往选乾陵后的旧例，但婚姻大事自是紧着自己的心为上。既然都想好了，那这人选……娘娘，秦郎君，秦牧也来了，说是有急事求见。娘娘，那顶凤冠的进程，儿臣已经命人停下了。停了？你前几日不是还求着本宫，非要办得极其华丽吗？还不都是前朝那些言官闹的？现在满朝风言风语，说儿臣奢靡为质，那几个御史的唾沫星子都要把儿臣淹了。真不该依着依依去费钱做那劳什子婚冠，儿臣为了讨她欢心，真金白银的花了，结果反倒落了一身不是，惹来一堆口舌麻烦。你这话本宫就不爱听了，如何又怪到依依身上？你呀，从小眼睛就盯着依依，可挑剔也在她身上。娘娘，儿臣只是觉得为了个物件遭人非议，实在不值。值不值看的是心，别说咱们宫里，就是民间普通人家家具，哪个父母丈夫不是攒上10年20年的嫁妆彩礼，图的不就是那欢喜和风光？如今到了咱们公主出嫁，天生什么都要减省，还要被你这当事人抱怨。儿臣也是怕引起朝臣不满。那些官员个个盯着官家的私库，每遇上国家大事就闹着没钱，要官家节俭，要后宫省财。赈灾的时候一个个喊穷，轮到他们自己办寿筵，给儿女操办婚姻，哪个的排场办得不大？怎么？轮到公主戴顶像样的冠子，就成了祸国殃民了。牧野，你自小在宫里长起来，官家和你姑母我这些年是怎么过去的，你应当最清楚。侄儿知晓，姑母操持后宫，如履薄冰。知道，我看你是一点都不知道。侄儿也是为了平息口舌。外人挑剔依依，那是存了心思的偏见。可你呢？你自诩与她青梅竹马，如今连你也跟着那些外人一起挑剔她，嫌她费钱，嫌她惹麻烦。牧野，若是连枕边人都不能体恤她的难处，反而成了刺向她的第一把刀，那这婚事还有什么意义？瞧瞧，这就是你以前黏着的亲哥哥，还没过门呢，就开始算计这一顶冠子值不值得他挨骂。他不是怕挨骂，他是觉得我不配。依依，四姐姐，我早说了，她眼中只有得失，在她看来，一个只会惹来御史口水的公主，确实不如一个能让她官运亨通的贤内助。姑母息怒，是侄儿一时想偏执了。
侄儿这就出宫，依旧去采买最好的珍珠，哪怕跑遍全城，也一定把那女凤冠做出来。请娘娘帮侄儿安慰一下公主，告诉她，我从未嫌弃过她，方才只是一时糊涂。不必了，凤冠的事与你无关了。不与我相关？娘娘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儿臣是待选的驸马之首，这……退下。姑母，秦大人，请吧，莫要让娘娘为难。郡主，秦大人已经走了。走得好。吓死我了！我还真怕他死缠烂打。不过看他那样子，好像还没听明白娘娘的意思呢。他一向只听得见自己想听的话，听明白了也好，听不明白也罢。依依，以后你的路你自己走。大人，您撑着点儿，这日头实在太毒了。您已经中了暑气，咱们先在前面凉亭歇歇脚吧。不能歇，今日是宫宴宣布驸马的时候，我必须赶回去，亲手把这枚珍珠呈给娘娘，呈给依依看。可您的身子，刚才大夫说了，您这虚脱之症若在强撑，怕是要落下病根的。闭嘴！就差这一步了。只要有了这枚珠子，一定会原谅我的。我才是那个第一名，除了我，谁能排得上他？哎，你听说了吗？那秦家的麒麟儿今日竟然没露面，听说是为了寻一颗珠子，把自己折腾在路上了。这时候寻珠子有什么用？这心意若是用偏了地方，再大的排场也是白搭。奉天承运，官家诏曰：五公主赵仪择选驸马，集贤学士江首。江首，竟然真的是。臣江首叩谢皇恩，愿为公主万死不辞。父皇，儿臣今日谁也不选。哦，为何？从前儿臣总觉得凡事都要争个第一才算圆满，所以儿臣要抢最红的花冠，要争最出风头的帮手。但如今儿臣明白了，那并不是儿臣真心想要的。好，你既有此志，朕准了。朕的女儿何该过得快活些？依依，出来吧。既然已经定下了，这婚姻大事总要相告父母。既然江首已领旨，你便带着他去跟你母亲说一声吧。是。是。儿臣这就去。哎，这丫头毛毛躁躁的，成何体统？快，没看见下雨了吗？赶紧叫几个手脚利索的拿上伞跟上去。若是淋坏了朕的宝贝女儿，朕唯你们是问。官家，您且瞧瞧那边。不必了，有人跟得比咱们的人快多了。长记溪听日暮，
沉醉不知归，月落平幕前。公主，慢些！你怎么跟来了？臣既然已是驸马，护卫公主周全便是臣的一生之责。雨大，公主莫要受凉。罢了罢了，由着他们去吧。官家是在想当年的事了吗？朕在想，当年朕也是这般年纪，也是在这样的一场大雨里，跟着周娘子在回廊里疯跑。朕以前总怕她步她母亲的后尘，怕这盛世容颜受了委屈。如今看来，她比朕更有福气。谁？刚才唱的是谁的名字？看着我！我问你，五公主的驸马到底是谁？说！秦大人，您这是做什么？是集贤院的江大人，江守江大人啊！荒唐！简直是荒唐透顶！他们两个素昧平生，连话都没说过几句，做什么夫妻？难道官家也糊涂了吗？燕哥，这话您跟奴才吼也没用啊！这婚姻大事讲究的是个缘分。缘分？什么狗屁缘分？奴才说句不中听的，您从小就爱管着五公主，事事都要她听您的，可哪回不是反着她的心愿来？现在人家选了中意的郎君，月老的红线怎么牵，跟您又有什么相干呢？怎么不相干？我才是第一，从小到大文士武士齐盛，我明明什么都拿的第一，为什么偏偏选了他？秦牧野，毫无半分情面，你还要闹到什么时候？放手！这时机不对。如果这雨晚下半个时辰，如果我那匹马没在官道上累倒，只要我能赶在宣旨前把那枚珠子呈上去，你还要自欺欺人到什么时候？你口口声声说时机不对，可你忘了，有的人看似事事争先，从一开始就占据了最好的时机。你和依依是什么交情？那是相伴数年、郎骑竹马绕青梅的深情。对啊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我最了解他，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了解他。你所谓的了解，就是他想要16华冠时，你为了你的大局观故意设偏。你所谓的了解，就是你一边为了他去改制凤冠，一边又在私下里嫌弃他招惹口合。这宫里多少双眼睛看着你陪了他这么多年，到头来还是白手如新，因为你从未真正走进过他的心，或者说你从未想过要去问问他的心。而江守呢，在周府的樱桃宴上，一番掷地有声的维护，就抓住了那根红线，绝不放手。他一个寒门学子，他能给他什么？趁着这几日，好好练习一下喜庆的笑吧。毕竟公主出嫁那天，作为母家的侄儿，也是京城的第一才子。你若笑不出来，怎么去帮姨姨和江大人开道送亲呢？哎呦，哥儿的笑，怎么比刚才哭的时候还瘆人呢？官家，自古公主欢嫁皆有定式，如今不仅要新制婚冠，还要动用这等规模的翠羽东珠，这简直是开本朝奢靡之先河呀！请官家三思，若此事坏了规矩，恐寒了天下寒素之心。
朕的女儿为了边境百姓，连生母留下的唯一遗物都舍得捐了。那时候你们怎么不谈规矩？怎么不谈寒心？今日朕不仅要给她用最好的婚冠，还要准她拜完朕与皇后之后，再去偏殿拜祭周娘子，便去太庙跟老祖宗说礼吧。郡主，这树长得真好，就像周娘子还在的时候一样。是啊，这是母妃亲手种下的。公主殿下，时辰已到，该起驾回公主府了。殿下是想念周娘子的味道了吗？哎呀，驸马，这不合规矩！殿前摘果，成何体统？走吧，殿下，带臣回家。请驸马牵红绳。哎呀，不是牵手，不要乱摘果子，也不要乱牵殿下的手啊！这是要进入遗迹的。听到了吗？礼仪官说你错规矩了，你是想等明日被御史台弹劾吗？臣才疏学浅，读了那么多年的圣贤书，如今脑子里却只有一件事，那就是公主的规矩。哦，我可还没来得及给你立什么规矩呢。让殿下余生皆顺意，这便是臣间要守都已不存在，这辈子最大的规矩。臣慕殿下已久，如枯池望甘霖，故巢盼凤临。这一路走来，臣万般不如人，处处不如意，唯有在望向殿下的那一刻，才觉这世间尚有一丝清明。刚才你摘果子的那一下，礼仪官的脸都绿了。我猜明日弹劾你的闸子，怕是能堆满父皇的玉洁。弹劾便弹劾，若能换殿下一笑，便是被罢官，臣也认了。油嘴滑舌，本宫倒要看看你能嘴硬到几时。依依，你当真要跟他走？秦大人，今日是本宫出将之日，你身为宋卿官员，该去前头开道才是。我问你话，你真的想好了？一个寒门出身的极贤学士，他能给你什么？他能护得住你什么？公主自有决断，满身戾气，骤然断剑。走吧，莫误了吉时。秦牧野，放手吧，你早该明白的，我从来不是你想要的那个听话的公主。将手，你凭什么？姑母，侄儿求您，求您去跟官家说，收回成命。那江首根本配不上依依。你可知你在说什么？圣旨已下，百官共检，岂有收回之理？可依依只是一时糊涂，她从小黏着我，她心里是有我的。只要再给她一点时间，她一定会。错的人是你。姑母，我做错了什么？从小到大，我哪一样不是最好的？文士、武士、骑射、策论，我样样第一，为什么偏偏是他不要我？你样样第一，却唯独不懂得什么叫真心，还是你光耀门楣的装饰？不是，我。
退下吧，你莫要再生事端。侄儿只是想要一个机会，只要依依愿意回头，我什么都……清醒了吗？姑母，连你也不帮我。你若再执迷不悟，毁了的不只是你自己的前程，还有秦家100年的清誉。来人，送秦大人出宫。依依，你等着，你会知道我才是对你最好的人。秦大人，张驸马，今日是你大喜之日，我来敬你一杯。秦兄盛情，江某愧礼。你知不知道，依依她从小就黏我，她给我送过手帕、泥娃娃，写过10几封信，那些东西你见过吗？过去的事，秦兄记得倒是清楚，只是如今他身边站的人是我。依依，你选了他，你会后悔的。你性子那么倔，从小到大谁的话你都不肯听，他能忍你几天，还是1年？我知道他倔强，是因为他从小失去了母亲，只能自己撑着自己。我知道他沉默的时候是在想周娘子，是在想那些流言蜚语。我知道他喜欢石榴，喜欢茉莉，喜欢一切热烈而干净的东西，这些我都知道，而且我愿意用余生去懂他更多。秦兄，你所谓的了解，只是把他当做一个需要你管教的对象，是把他当做一个完整的、值得被珍视的人。秦牧爷，你疯了！你凭什么？你凭什么抢走他？别去，让江守自己处理。你若去了，秦牧爷只会更疯。秦牧爷，今日是我与公主的婚宴，你若要闹，我陪你闹到底。但若你再敢对公主出言不逊，我江守对天发誓，必叫你100倍偿还。秦牧爷，你可知罪？臣只是多喝了几杯。多喝了几杯，就敢在朕女儿的婚宴上大打出手？你眼里还有没有朕？有没有国法？传朕口谕，秦牧爷御前失仪，着即禁足家中，3个月内不得出府门半步，严惩不贷。管家，退下。秦公子，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喝闷酒？要不要过来跟兄弟们一起？滚！看见没？那就是秦家那位第一才子，从前多风光啊，如今被公主退了婚，整个人都废了。要我说，也怪不得公主。你看他这副模样，哪个女子愿意嫁？你们懂什么？你们知道什么？你们根本不知道，这世上只有他是不图我什么的人，只有他是真心对我好的。依依，为什么你要选他？你今天念了半个时辰了，不累吗？
念的是《诗经》，给咱们的孩子提前开蒙。倒是殿下可有什么不适？有你在，什么都好。能遇见你，是我这一生最大的福气。油嘴滑舌。明日的早膳，我要吃蟹粉酥。有你在，什么都好。能遇见你，是我这一生最大的福气。油嘴滑舌。明日的早膳，我要吃蟹粉酥。太医说了，寒凉的不能吃，就一口。半口也不行。殿下，车已经备好了，咱们回府吧。驸马说今日要亲自下厨，可不能让他等急了。秦牧野，你疯了！依依，别怕，我不会伤害你的。我只是想让你看清，谁才是真正爱你的人。依依，你知道吗？这世上只有我的表姐算计我的。秦牧野，你若敢碰我一根手指，必叫你死无葬身之地。你恨我也好，至少心里还有。秦明野，放开他！让我放我就放，你算什么东西？秦牧雅，你醒醒！你这样下去，什么都挽回不了。挽回？我还有什么可挽回的？他不要我了，全京城的人都在看我的笑话，我什么都不在乎了。我可以当今日什么都没发生过。你若伤他分毫穷尽生，也必叫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驸马，如何处置？送交大理寺，以劫持皇亲论处。依依，这世上只有我是真心爱你的。殿下，我们回家。秦牧野劫持皇亲，意图不轨，按律当斩。但念其秦氏旧勋，官家仁慈，改判流放苏杭，非诏不得回京。你让朕太失望了。臣领旨谢恩。我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门外的日光里，不带半分复仇的快意，只有清澈温润，只有一种淡淡的释然。你别转了，转得我头都晕了。依依身体底子好，不会有事的。臣知道，可是恭喜驸马，贺喜驸马！公主殿下生了一对龙凤胎，母子平安。殿下，辛苦你了。不辛苦，你看看孩子。像你，不像你。瞧瞧这小眉毛，跟依依你小时候一模一样。将来长大了，怕又是一个叫全京城公子哥儿神魂颠倒的主儿。你可别胡说，我只盼他们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长大就好。依依，秦牧野那件事，你心里可还怨呢？他从前对我好过，虽然后来走偏了路，可终究，如今他被贬去苏杭，再也回不来了。大家各自安好，便是最好的结局。你呀，总是这么心软。不过，这样也好。
有你们在，这一生足够了。